玩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钟意，时钟中飘逸的逸。说真的，我个人觉得 C3 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用的游戏开发软体。不过呢，在一般使用者的印象中，这套软体似乎不适合用来开发大型游戏。关于这个观点嘛，我认为是一半一半啦。不适合开发大型游戏的主因，恐怕是来自于游戏编译的架构。近些年来，虽然 C3 在输出多平台的支援性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先前呢，我也制作过 Android based 的或者是 iOS 的输出影片，关于他们的执行效能，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看看。但本质上，它终究还是透过 HTML、JavaScript 加 Canvas 某些中介的架构方案来达成跨平台的运行。说到底，它就不是编程原生的 APP， 在效能上永远都不可能像 Unity 或者是 Gensala 那么的好。不过呢，这还得看你要开发什么类型的游戏。如果说你不是要开发那种疯狂压榨手机效能的游戏，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啦。好啦，以上就是一些闲聊，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跟上述的观点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哈。硬是要扯的话，那就是本部影片主要锁定的客户群，就是那种已经使用过 C3 一段时间的开发者，对于这套软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后你再往下看会比较合适，对于这类的伙伴会更有帮助哦。如果说我要替这一部影片想一个耸动的标题，那就是8个进阶 C3 开发者应该要学会的技巧。当然啦，如果接下来我所说的8个技巧你早就已经在使用了，理所当然，我相信你就是进阶的使用者。不过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技巧，希望本部影片的内容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使用 C3 高效率开发游戏的开发者哦。不过这边先说，以下许多好用的功能可能都要花钱购买 C3 的个人授权才可以使用。这点就留给你们自行决定是否要支付授权费去使用咯。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第一个 Subfolder 子资料夹。事实上，不使用 Subfolder 也不会影响你来开发 C3 的游戏。不过呢，如果你希望透过 C3 开发一款较具规模的游戏，这个技巧你不能不知道。在整套软体中，几乎所有的功能都可以使用 Subfolder， 包含 Layout、Event Shape、Script、Object Types 等等等等。好啦，其实右边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建立子资料夹，但你可以依据个人需要，分门别类的放置个人设计的项目，加快管理开发内容的效率，轻松扩充你的游戏规模哦。第二个 Include Sheet 引入程式脚本。以我个人来说，重复使用的程式脚本我都会整理成几个 sheet， 然后在别的 sheet 中透过 Include Sheet 的功能来引入使用。你也知道，在 C3 架构中 Layout 都会预设载入一张 sheet， 那么如果我有一个角色是要透过空白键来进行跳跃，那么我就可以将这个空白键跳跃的程式码脚本写在 global.shift 中。下一次当我如果在其他 Layout 都会使用到这个角色，除了 Layout 中要放置这个精灵以外，我只要在个别的 sheet 中都include这个 global shift， 这样我就不必反复的设计空白跳跃的程式码了。你看是不是很方便呢？第三个 console log 或者是 alert。 有时候我会想要知道某个变数或者是某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被正确的改变或者是执行，这时我就想要看到一些资讯被列印出来。没错，我是知道 C3 授权版有支援 debug 面板，但是有时候我不想要用那么复杂的功能去监看个别的变数，那么我就需要一个简易输出，类似 Hello World 字串的功能。此时你就可以在游戏专案中新增一个 browser 物件，然后在你想要印出字串的地方执行 execute JavaScript， 接着填入 alert 或者是 console.log， 将一些资讯列印出来。这边要注意的是，在 C3 内字串创接的关键字是 and 符号，你需要在2个字串范围内加上这个符号，后面加上一个你想要输出的游戏变数或者是物件变数，这样就可以输出一些你想要观看的内容到浏览器了。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些 console.log 资讯，你必须在浏览器的运作下按下 F12， 开启工程模式，然后点选到主控台，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不喜欢使用 JavaScript 来输出 debug 资讯，你一样还是可以透过 browser 物件内建的 log 动作来达成这个需求。第四个背景 loop。与其呢说它是一个进阶技巧，不如说是 C3 的一个坑。不知道这个概念到底害多少入门者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观念误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设定一个变数 v， 如果你在程式的脚本中写下，当这个变数大于10的时候，就会 console log 一段文字。请问呢，上述这一段程式码到底会被执行几次呢？
这里我也就不卖关子了，正确答案是非常非常多次，它基本上就是个无穷回圈。因为呢 C3 是用轮选的方式在看你的程式脚本，它并不是使用 callback function 来执行，所以最有可能的状况是，当一个 update 的时间下，它就会来确认一次这个条件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呢，就会被执行一次。所以有关这个特性，它无关正确与否，反正它就是这样设计。当然，我也经常透过这个特性来达到所谓的背景 loop， 去执行一些条件式的无穷回圈动作。好比说，当 v 大于10，就让角色持续往右走一格；当 v 小于10，就让角色持续往左前进一格。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用到 C3 内的 repeat， 也就是回圈的程式码，却也可以达成回圈的效果。这样是不是非常有趣呢？第5个物件挑选，这也是一个 C3 经常搞混使用者的特性。举例来说，如果你有一个物件 A， 然后在萤幕上好多个相同的物件 A， 当它触碰到物件 B 的时候，我就要将它的位置移动到某个点 P。在我的程式码内，我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达成。那么问题来了，底下这一段将物件 A 移动到某一个点，到底会不会将所有的物件 A移动到某个点 P 呢？答案是不会，因为当这段条件被触发的时候，底下这段程式码就是以触发这个条件的物件 A 当作被挑选者，然后才执行以下的动作。这个设计呢，我真心是觉得不太好啦，因为没有明确的呈现出来谁是碰撞者以及谁是被碰撞者。你或许会问，那这样到底哪里不好呢？如果今天这个触发事件改成多个物件 A 以及多个物件 B 同时发生碰撞，那么除了移动物件 A 移动到 P 点，并且导致物件 B 移动到 Q 点，那么这样的程式码有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错误，也就是挑选到不正确的物件。那反观如果是在 Unity 中，它在碰撞的行式中就会明确指出谁是碰撞者以及被碰撞者，那么这样的错误事件就会有机会透过你的严谨的程式码来受到控制。不过如同第4点所提到的，这就是 C3 的特性，为了简化程式的设计流程，相对的就会降低可程式的可控性。这无关对错，只能开发者小心处理这类的事件，才不会发生不可预期的例外事件。第6个 Family Template， 家族或样板是非常好用的工具，特别是当你想要用一个物件触发一群类似的物件有相同的行为的时候，就很适合使用这个工具。举例来说，当你设计出一个子弹会让被碰触的敌人扣去3点生命，那么如果你不采用家族，你就必须在多个怪物身上写出一模一样的程式码。今天如果是10个怪物的话，就是10段程式码。但是呢，如果你采用了家族，你就只需要写一段程式码，就可以让这些怪物都受到3点伤害。进一步来说，如果你设计了5种子弹，你只需要设计5段程式码。但如果不使用家族，你至少要写下5乘以10等于50段程式码，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啊！那这边要提哦，如果你想要使用家族，最好在游戏的开发初期就要使用，要不然等到你后期再来把它换成家族的话，很多东西都要重写。第7个 Function 或者是 Cast Action， 函式就是 Function， 换句话说就是拿来反复使用的工具。以 Function 来说，它是一种全面性脚本内都可以呼叫的动作。好比说我固定想要 console log 一段文字，举例就像是现在的时间我想要 console log 出来，当我定义好这个函式后，我在脚本程式内的任何区段都可以呼叫这一段函式，这样呢我就不必重新编写 console.log 程式码，只要呼叫我自定义的函式即可。另外一方面 Cast Actions 是最近刚更新的东西，它反倒不是拿来做全面脚本的呼叫用，而是会关联到某一个物件。当你替某一个物件定义了一个 Cast Action 之后，好比说切换动画的 Cast Action， 当你在设定 Action 的时候，而且是这个物件，你就可以在版面内 Cast Action 找到你自己刚定义的这个动作，但是它关联到这个物件。这2个功能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你可以重复执行某些动作，避免你重复设计的工作。第8个 JavaScript。JavaScript 这个功能呢，真的是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强大的功能。基本上只要你会写 JavaScript， 你就可以将一些好用的程式码变成函式，让 C3 进行呼叫引用。除了你自己设计的程式码外，我相信如果你的执行平台是网页浏览器，那么你能够在 Web 上执行的 JavaScript 函式库一样就可以在 C3 使用。以我个人而言，这个功能对于 C3 的扩充性来说，就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好处，潜力无穷咯。
好了，以上快速说了8个我认为进阶 C3 开发者应该要学会的技巧，不知道你已经学会了几个呢？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影片想要分享的内容。如果这些资讯有帮助到你，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我是中意，始终有中，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